这是邮轮上主厨亲自上阵的私厨晚宴，名额非常有限，一个人$149，用12道神级料理，3小时沉浸式的美食探索，换来一场让嘴巴冒爱心、心里放烟火的美食奇遇记。重点来了，红酒、白酒、香槟让你喝到醉，还有同场加映魔术秀，参观邮轮中央厨房，值不值得？划不划算？现在就跟我一起来解锁 Carnival 邮轮上最神秘、最有仪式感的一场晚宴 Chef's Table。一入场就是香槟开胃菜的迎宾会，主厨还亲自解说每道料理的灵感，甚至教我们什么时候该喝一口香槟才能把味蕾的开关打开。第一道开胃菜，鸭肉雪茄。鸭肉卷成一根雪茄实在太吸睛了。那烟灰是香菇做的，燃烧中的雪茄是无花果末加蔓越莓，果香烟熏，还有淡淡的奶香起司，视觉与味觉完全虏获我的心。第二道菜，生鲔鱼片。这像是艺术品的生鲔鱼薄脆网状饼干，还有一点点的 wasabi， 点燃了味觉的火花。那咬一口，哇，直接醒脑。第三道菜，酪梨起司球。炸的酥脆的酪梨球，配上甜菜美乃滋，和那一口爆开的起司流心，哇，完全让我重新认识酪梨。第四道菜，海陆双拼羊排加熏扇贝。这道菜一上桌，仪式感直接拉到爆。掀开玻璃盖，熏香扑鼻，主角闪亮登场。烟熏羊排搭配果香四溢的熏扇贝，海陆双拼的交错口感，有层次，有惊喜，有余韵。I'm gonna try it. I'm gonna try everything. Yeah, the only thing I didn't try right now was the tuna, only because it was raw. 满口的羊肉香， I don't want to mess this up. 人间之饼，没有羊骚味，对不对？没有羊骚味，但是我最怕吃那个羊肉的，我竟然把那口羊肉把它吞下去。这口干贝，这个是干贝，入口即化。入口即化，冰红无糖甜。我们不止入场吃饭，还直接入厨看人煮饭。4道前菜结束之后，主厨亲自带队，带我们走进平常旅客根本进不去的邮轮心脏地带。这里不是什么观光厨房，而是每天3餐要伺候上千个乘客的超级战场。晚餐尖峰时刻，服务生们快步穿梭，厨师们利落翻炒摆盘出菜，整个画面完全像是闯进了美食主菜的实境秀。重点来了，主厨亲自示范制作 Carnival 的经典甜点巧克力熔岩蛋糕。那其实我平常对于巧克力蛋糕还好，但看到那一瞬间爆浆的画面，我还是忍不住哇哦！最后我们回到餐厅包厢后，我们拍了一张毕业纪念照留念，这氛围就像完成了一堂高级烘焙料理课。接下来就是主厨的美食魔法秀，正式晚餐开始。红白酒陆续上场，开启今晚的第2回合。松软的手工面包搭一口红酒，直接启动我平凡的味蕾。我更好奇的是，这浓郁的奶油是怎么做的，超想外带回家。第5道菜，龙虾3重奏。第一种是清甜的龙虾做成果冻的样子，第二种是龙虾冻淋上白兰地做成的分子珍珠，一口咬下能吃到龙虾的清甜跟酱汁的浓厚交错。第三种是配上高贵能艳的藏红花奶油，奢华到不行，我嘴巴在咀嚼，舌头在鼓掌。Anybody know where is our next destination? 第6道菜，这是诚意十足的主厨3重奏。这3个小点，甜菜腌鲑鱼、蟹肉葡萄、气垫牛肉，每一口都是缩小版的艺术品，像是把米其林料理浓缩成一口宇宙。
烟熏味、甜酸味、浓郁味一次到齐，尤其是那蟹肉葡萄，那冰镇葡萄的甜搭上蟹肉的鲜，哇，完全没想到螃蟹跟葡萄能搭配的这么完美。这道比目鱼肉细嫩丝丝分明，还带着南美酸辣香料气息的葫芦酱，把整道鱼料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那旁边这一小球是紫色马铃薯，我还以为是芋头。第8道菜烟熏羊里脊，这道直接烟熏到我的灵魂深处，羊肉在烟雾中现身。羊排一上桌就有淡淡的烟熏香，肉质软嫩不干柴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那一旁的起司酥丝增添了脆脆的口感，南瓜泥滑顺绵密，就像是咸奶油泥。那搭配甜菜酒酱的微酸微甜，整体的味道很平衡，吃起来也不会腻。第9道菜雪橙冰沙。那酸酸的血橙和覆盆梅搭配清爽的青苹果和脆黄瓜，超解腻的，可以感受到主厨真的有在设计节奏。吃完刚刚的烟熏羊肉，再来这一杯冰沙，目的就是要让整个口腔 reset， 味觉重新启动，准备迎接下一波好料。突然主厨一挥手，那整个气氛瞬间转场，插播2场魔术秀。Sorry, I'll tell you one thing. Actually, it was my bad. That's long hand, and it is feeling like anything. You see that? 其中有一场，我竟然被点名与魔术师互动玩游戏。那魔术师叫我在心中默默的选一个整点时间，我心里小声的碎念 3 o'clock。于是就在我公布答案的同时，他走进我身旁，秀出他的手表，显示的正是3点钟。我当场一个傻眼，我当下只想说有吓到 respect。 说真的，我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怀疑人生的啊。那这一秒我忍不住佩服，这魔术太强了。第10道菜炖和牛，那名字上写的是炖和牛，但是一上桌我忍不住冒出3个字：肥肥牛。虽然摆盘花样十足，但我真的不敢吃太肥的肉。默默地向主厨小小反映了一下，结果没过多久，少肥版的和牛就贴心登场了。牛肉炖得软嫩入味，一口咬下几乎不用咀嚼。那底下的芹菜根泥滑顺绵密，上面还点缀着酸酸的番茄粉，最后再淋上一层带点气泡感的 Merlot 酒酱。味道层次分明，很有意思。最后的甜点梦幻程度直接破表，巧克力做成的土壤跟树枝，蛋白霜做成的小蘑菇，罗勒做成的苔藓，感觉上我好像在吃一座迷你童话森林。不但有视觉上的惊喜，还有草本香气的味觉，一口接一口，完全停不下来。婴儿的鸡鸡。小蘑菇长在那个，你看还有草丛里，还有那个苔藓、木头、苔藓跟木头，看这苔藓。起初我以为是莓果类的水果，结果一铲下去竟然是浓郁的起司蛋糕。本来我已经饱到耳朵了，但这块起司蛋糕让我瞬间清醒，压轴甜点真的超给力。这顿 Chef Table 晚宴是我们整趟邮轮旅行中最难忘的一餐。它不是什么高调奢华的 Fine Dining， 而是一场接地气又可以吃饱饱的体验秀。那很多人可能会把这种高级餐留到特别的节日才吃，但我觉得旅行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理由。特别的旅程就该配上特别的味道。更多邮轮好料、岸上观光心得，欢迎关注我的夏威夷邮轮系列影片，看我怎么边吃边感动，边玩边后悔。